大战到底美国目前领先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晶片大战。AI 大战，中美之间到底谁胜谁负？当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盖棺论定。但是呢，我们今天大家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啊，你要说谁胜谁负？应该是感觉好像拉得很近啊。你说怎么可能？美国那么厉害，华为也不差。好，我们要先带您来看到进来哦。当然，最近你看到这个世界事，大家还是这个聚焦在关税当中。那最近呢，这个日本谈定了关税是15%，当然他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承诺川普呢要投资5500亿美元，那欧盟呢也同样投资这个美国要投资6000亿美元，然后也换得了15%的关税了哦。好了，那这个投资呢，要投资什么呢？这就很有玄机了，对吧？最近呢，这个日本就讲了，他说：“哎呀，我要投资美国，不限于美国。”不限于日本企业，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很奇怪，这不是日本跟美国谈定的一个关税的贸易的协定吗？怎么你要投资的不限于美国，不限于日本企业呢？那你要投资谁？这个就有趣了。日本说比如说他举例，比如说台湾有一家这个晶片制造公司，台积电，好，然后他到这个美国去设厂，那如果呢这个他里头设厂过程当中用到了日本的相关零组件。那我也可以投资它，这也算在内。我跟川普讲好了，这个就很奇妙了。你要投资的是晶片产业吗？然后他讲了，那如果呢这一家台湾的公司他都不讲名字，台湾的晶片制造商呢，在美国的工厂当中，比如说我们日本下了一个订单给他，他帮我们日本量身定做了我们要的一个晶片的话，那也算在那5500亿投资额当中，这就很奇妙了哈，感觉好像川普挺好讲话的，亦或是川普就是要你们到美国来投资先进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很有可能是后者，所以你就看到了，川普甚至还讲你看我跟日本谈多好，你们其他国家也可以比照办理，那欧盟会不会比照办理？欧盟以后是不是也要来投资台积电，然后当作是他投资额当中的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来持续看下去。好，不过呢，其实呢，川普一直说，像最近呢，他不管跟哪个国家在谈关税，他最后都提到台湾，都举例说，你看台湾有多少的企业，到美国来设厂，他就不用关税啦，等等等的哦。好，那大家就说了，所以呢，他一直提台湾，台湾就一家公司到了美国去设厂，然后设的这个震天响，然后大家都在看他，那就当然是台积电。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心里在想什么，他就是要最先进的晶片。回到美国本土来制造，近来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不久前，他也公布了一个他们的 AI Action Plan。好，那什么呢 ？AI 的一个行动计划。好，这个计划呢，其实这个非常聚焦，非常多，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它要让美国的 AI 发展是全世界第一，它不要让中国追上来。于是乎呢，你看到这个 AI 的 Action Plan 当中它其实就3大成分，一个部分呢，它是要做 AI 的创新，另外一部分呢，它要做 AI 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规划，在美国，比如说他们的电力设施等等。再一个呢，他说 AI 应用在国际外交安全当中，他要美国是那个领头羊，所以呢3大部分。那这3大部分呢，它分散在90多项的联邦政策当中。那这些联邦政策呢，其实也非常多非常多，你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当中要把中国排除在外，要让中国追不上的那种意味在当中，因为它有非常多设下很多限制有的直接讲中国，有的就是说那些对我有这个威胁的国家，有的就直接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要让中国拿到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了好，那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在这些AI 发展当中，美国希望的就是让中国看不到他们的车尾灯。好，那当然呢，在这么多的一些联邦政策当中你就看到了，川普跟过去的拜登很不一样。拜登他的 AI 政策是我都让你们拿不到晶片，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反正我美国要最棒，那你们都拿不到我最先进的晶片，所以它有一个限制出口的一个禁令。那川普取消了。川普的概念不一样，川普的概念是
我只不要让中国追上，我不要让那些跟美国不同阵营的国家追上。但是呢，他认为他跟拜登不一样的是，我要把这些 AI 晶片卖给我的盟友们，卖给跟我一起民主阵线联盟的国家们。因为如果我不卖给他们，他们会跟中国买，中国技术很好，他们一跟中国买之后，哎呀，我美国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这个川普现在的动作就是，我要卖给这些国家，我要卖给他们，然后呢，让中国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国家市场来。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美国他们的一个 AI 策略哦。好，但是呢，你有这样的一个联邦政策的一个这个政策支持，然后你又去这个其他国家捞了那么多钱回来，要投资美国的晶片产业。有用吗？我们来看，大家都讲了，你看像日本就直接讲啊，是台湾的公司在美国设厂，我要来投资它，对吧？有人说是要投资美国的晶片产业吗？没有。好，于是呢，我们就赶紧带您来看一看，梳理一下。目前呢，美国他们本土的晶片产业、晶片制造业，当然就是英特尔。但英特尔呢，大家也知道，它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它的一个这个晶片的技术呢，现在感觉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即便它做出来，它良率不够高，所以它还是拿不到订单。所以呢，最近英特尔直接告诉大家说：“哎呀，我这个18A 啊，这个我的制程呢，我会在这个年底开始量产。18A 大概对标是在台积电的2奈米。他说：哦，我会这个年底量产，但是呢，再往上、再更先进的14A， 英特尔说：哦，这个我们要看看需求状况哦。如果有客户的话，我才发展；如果没有客户的话，我就不发展了。嘿，所以你就看到英特尔啊，这一次应该是主动认输啊。他说我如果没有订单，我就不发展了。因为呢，这个英特尔新的 CEO 觉得，以前的英特尔就是一直研发、一直研发、一直研发，都没有想说订单在哪。英特尔就觉得，我把最新最棒的技术研发出来之后，就有人会来跟我下单。但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他说不，我要先有订单，我有客户，我确定了，我才要开始研发。于是呢，大家听了这个话就觉得说，那我如果很确定要下单的话，我为什么不下给台积电？人家已经研发好技术，为什么要下给你英特尔？你根本都还没研发出来，你就要我客户跟你一起研发，你哪根葱？所以呢，现在你看英特尔就说了，所以大家听这个英特尔 CEO 讲的话，就觉得哦，那你可能不会发展14A 了，就是现在的最新的1.4奈米，你可能不研发了。那这个英特尔也直接讲，他说哦，如果不研发的话，真的我有需要的话，我就去跟台积电下单。好，所以你看台积电的一个这个1.4奈米，其实已经开始在进展了。2026年第一季应该就可以量产。那三星也研发，三星呢，它现在的一个这个时程是往后延，因为它良率不够高。所以呢，你看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个晶片代工的一个领域当中，还是台积电一枝独秀啊，这个一个人的50了，差不多那意思哦。那整体来讲，你看这个市场哦，半导体的一个设备销售额的一个统计呢，2025年、2026年应该都还是有7%左右的一个成长的幅度，这个市场还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当然就是受惠于 AI 嘛。AI 现在不断蓬勃发展，像是超微的一个这个 CEO 就讲啦，他说：“哎呀，这个 AI 啊，真的需要非常多的晶片，所以呢，他目前看得到的一个能见度非常广，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订单还很。”要求很多，所以应该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呢，你看到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的一个销售额也不断的上涨，就是因为还有很多设厂的一个需要了。那我们就讲回来。美国做很多，它有它的一个这个 AI 的 Action Plan， 然后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联邦政策，然后川普又到处去弄钱回来发展他们美国的 AI。那中国呢？它为什么现在急于弄钱，急于要设下一些政策啊？因为中国追得很快。好，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他拿不到最新的晶片，他怎么追？这个中国就是蛮厉害的哦，山不转路转，你不给我晶片，我有其他做法。好，我们来看最近呢，在中国上海也办了一场全球的 AI 大会。AI 大会当中呢，它也同样的跟这个美国的 AI 的 Action Plan 一样，有一个核心思想。那中国的核心思想跟美国不太一样。中国是说，他认为现在 AI 正在发展当中，那全世界应该大家对于 AI 的治理、AI 的规范。
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标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他就呼吁哦，他说呢，应该要有一个全球大家共同的治理计划，不然的话说 AI 你这个美国这样管，德国那样管，欧盟那样管，然后谁那样管，我那样管，大家管不一样，那你怎么发展？他认为全世界应该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AI 治理的计划，然后按照这样去发展。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中国的 AI 大会也说，中国愿意把他们发展的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呢，跟全世界分享。好，那这就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是我不跟你中国分享，我不跟你中国的朋友们分享，我只跟我自己的朋友分享。所以呢，这个李强就警告了，他说，AI 是人类的未来，所以呢，不能让 AI 的技术呢变成了某些特定国家、少数国家或公司的独家游戏，应该是大家都要来分享这个人类进程当中智慧的结晶、技术的成果。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就很像最近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上不一样的一个做法了。中国一直变成了一个最近以来变成了一个拥抱世界的一个。他想要成为一个拥抱世界的一个大国的一个领袖风范。那反观美国呢？从过去他就要拥抱世界，现在已经变成不，我只拥抱跟我在一起的这些盟国们。所以你看到这已经开始走不一样的路了哦。那当然呢，在技术上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到底怎么做。好，那我们就来看近来你说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晶片大战、科技大战。过去呢，美国当然就不卖晶片给中国，但是呢，现在又解禁了，所以中国现在可以拿到了是辉达的 H20的晶片，这是比较低阶的，人家所谓说阉割版。好，那但是呢，你在中国其实还是买得到高阶的辉达晶片，你可以买得到这个 H100、H200，买得到 B200，然后大家就说你到底哪里来的？有人这样讲说有各种方法哦，还是可以进到中国的黑市，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个 AI 晶片啊，在中国还是买得到，甚至呢，在中国市场还发展出了他们的维修产业。你买到了黑市的晶片，你坏了怎么办？你不可能去找辉达叫他帮你修，不可能。于是呢，现在在深圳有10几家公司，他说我有办法帮你修那个辉达最新最厉害的晶片，我帮你修好。而且他们生意好好，一个月可以修500颗晶片，你看它有多厉害。所以呢，这也是一条非常暗黑的一个生态链了哦。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大家很低调，因为呢不想要让美国生气。等一下呢，美国又这个晶片又不卖你了，等等哦。好，不过呢，现在这个在中国他们内部要发展 AI， 当然这也是一个未来要发展起来跟美国抗衡的一个领域。但是呢，最近这个中国要很避免AI 赛道又变成了一个内卷的恶性竞争的一个赛道。所以呢，是习近平生气了。近来有一个10年来第一次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主席就这样子骂哦，他说：“你们每一个省每次说要发展什么样的项目每个人都给我发展 AI。”他就说你们是怎么样？每个省都要发展 AI 吗？他就说这就是一窝蜂的恶性竞争啊！你无差别的大家都在发展，你就是重复浪费你的资源啊！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央视这个中央日报直接 quote 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话，你就知道他这次真的生气了。不要把每一个产业都搞成内卷的恶性竞争的产业。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发展产业应该是看你这个省份的特色，看你们自己的物产，看你们的人才，怎么会每一个省份无差别，每个人都来跟我说你要发展 AI， 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真的生气了他就说你要有创新，你要有差异性的去发展每一个省份的特色了那当然。你也看得出来 AI 这么热，所以才会每个省份都要发展，搞到习近平就生气了。好，那我们就要讲回来，那你说近来中国发展 AI， 为什么让美国觉得很忌惮？华为在这一次上海的 AI 大会当中，你看到华为展出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这个联合性的一个可以说伺服器。好，这是华为的新 AI 系统叫做 Cloud Matrix。384，好，什么意思？它里面用384颗华为的910C 的一个晶片所组合而成的。那这个新的一个 AI 系统对标的，就是辉达最先进的那一款 GB200的 NVL72，这款呢是用72颗。B200所组合而成，华为是384颗这个910C，然后呢，这个辉达是72颗
B200，好，那你当然说，因为辉达晶片很厉害，所以它用72颗。但是呢，华为他说，我虽然拿不到你最先进的晶片，但是呢，我用384颗，我用很大量，让他们有差异化、高速连接的方式，在某一些的测试上，它甚至可以胜过辉达的这一款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华为的这个 Cloud Matrix 384哦，它是辉达的最强敌手。好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黄仁勋呢，这个心心念念的不能放弃中国市场。黄仁勋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川普硬是要什么晶片都不能卖中国的话，到最后中国也不用买你晶片，因为华为自己已经发展出很棒的晶片了。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就是硬要把晶片再卖回中国。川普之前不是也讲嘛，他说他要中国戒不掉美国晶片。戒不掉美国晶片，你就尝到厉害的，你就不会回去用华为的。所以这是川普讲的，他说你要对美国上瘾，然后你就像中毒犯一样，我就成瘾，我用美国成瘾。好，要怎么样戒断不知道哈。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啊，这个禁令又放宽了，这个美国辉达晶片又重新卖回中国了嘛，对吧？但是呢，华为还是持续在发展他们的晶片哦。那同时呢，华为进来，它的晶片还尝试要卖到中东，要卖到东南亚去。那这一点呢，也让美国非常紧张。美国就冲去中东，冲去东南亚，说你不要买华为的，买我的，我的卖给你。好，这就是川普讲的，我要让你们这些国家都对美国成瘾，你们就不会去买辉达的了，不会去买华为的哈。那最近还有一个新的战场，就是西班牙用了华为的系统，然后呢，西班牙马上被美国盯上，说你为什么用华为的？你用华为的，我会惩罚你，惩罚到你国家这个衰败啊，讲得很恐怖，对吧？好，但是呢 ，anyway， 我们看到这个 AI 大战哦，应该是持续精彩。你说这个大国跟大国之间哦，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说我们要完全切割开，那肉痛的哦。你说不完全切割开呢？哎，但是你中那纠结纠葛，对不对？哇，真的很精彩。所以到底呢，这个 AI 晶片之战啊，最后。辉达当然现在呢领先，没错，但是华为也紧追在后。那华为到底怎么样用不是那么最棒的晶片，然后去做出跟你差不多一样效能的伺服器，它到底是怎么办到？这点很神奇。那当然，它办到了之后啊，这个到底有多少国家会用？哎，这又是另外一个战场，可以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但是呢，你从川普现在汲汲营营，你也知道，现在美国呢非常紧张，中国追上，所以他用尽各种方法要维持住美国在 AI 领域当中的领先地位。好，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中美大战之间目前最新的进展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